号称整顿外卖行业的京东，为何反被监管约谈？揭开好人光环下的隐忧。前阵子，我围绕胖东来和京东写了几篇文章，对他们的一些做法表达了批评与警示。出乎意料的是，不少读者对此感到不解，甚至对我流露出失望情绪，认为我不该拿枪指着好人。今天恰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5部门联合约谈京东、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的新闻发布，我想借此机会系统的剖析一下，为何我之前会提出那些看似刺耳的观点，以及为何被视为行业鲶鱼甚至好人代表的京东，最终也坐上了被约谈的席位。人们之所以将如于东来和刘强东这样的企业家称为好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已经付诸实践的行动。比如胖东来为员工提供远超同行的薪资福利，确保商品品质；京东外卖近期向用户派发高额优惠券，为少数全职骑手缴纳了五险一金，保障消费者利益，提高劳动者待遇。这些实实在在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我也认为做得很好。然而好人形象的构建同样严重依赖于他们对外许下的宏伟承诺，例如刘强东宣称京东只做品质堂食外卖，以及未来要为所有全职骑手购买五险一金。问题恰恰在于，对企业而言，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事实很快就显露了落差。就在5月8日，福建电视台曝光了福州多家入驻京东外卖的所谓品质堂食餐厅涉嫌资料造假，有的招牌甚至是 A4 纸手写，后厨卫生环境堪忧，甚至养猫。更令人震惊的是，报道中京东外卖福州区域的负责人竟然亲手指导商家如何伪造资料，通过平台审核，这让刘强东只做品质堂食外卖的承诺显得苍白无力。至于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承诺，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的比例。京东旗下骑手总数超过130万人，而截至3月20日，京东外卖宣布的全职骑手数量刚刚突破1万人，占比不足 0.77%。 即使加上4月宣布的计划未来3个月内招聘的10万名全职骑手，到7月底全部达成，全职骑手在总骑手中的比例也仅能达到 79% 左右，距离所有全职骑手的承诺显然还有巨大的鸿沟。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存在上述问题，京东外卖目前所做的部分努力，比如提供更高的优惠券，为一部分骑手缴纳社保，确实比行业内其他平台在某些方面要好一些。基于此，认为刘强东是一位更好的企业家，似乎也有其道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京东外卖的入局带来了一些积极变化，为何反而会被监管部门约谈呢？难道国家不希望消费者点到便宜或品质好的外卖吗？这显然不是约谈的本意。新闻通稿中明确指出了约谈的原因，针对竞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且提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这次被点名的3家外卖平台中，市场份额相对最低的京东却被排在首位，其指向性可谓不言而喻。京东入局所引发的这一轮外卖大战，至少在3个方面触及了国家监管部门难以容忍的红线，其中一些隐忧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曾提到过。第一，打造饭圈文化，个人崇拜，僭越边界。在京东外卖的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侧目的现象。天津有餐馆老板高举刘强东的巨幅海报，引用大丈夫当如是也来表达支持。刘强东在朋友圈欣然回应，并为该商家免除1年佣金。数千餐饮协会组织商家集体悬挂横幅支持京东，当地官方媒体甚至发视频表示数千人必须支持京东外卖。更极端的是，一位曾称赞京东外卖的骑手，仅仅因为更新了一条视频对平台提出建议，就遭受了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和谩骂，被迫叠忠诚假赌咒发誓支持京东外卖。诚然，京东或刘强东本人或许并未直接组织粉丝会或后援团，但将这些拉踩对手、组团打 call、群体网暴的行为串联起来看，其模式和效果都指向一个
我们非常熟悉的群体——互联网饭圈。京东和刘强东的粉丝群体正在互联网上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成为一个让人惹不起也躲不开的存在。国家对各个领域的饭圈文化持何种态度？中央社会工作部和国家网信办为何会参与这次外卖平台的约谈会议？其背后的深意，我想已不言自明。这种裹挟式的宣传和攻击模式，显然跨越了健康的商业竞争边界，引来了监管的关注。第二，不切实际的承诺，过度拔高劳动者期望。在此轮约谈中，还有一个重要参与部门——人社部，他们同样对外卖行业的某些现状表达了不满。或许有人会疑惑，京东入局推动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这不正是国家期待的方向吗？为何京东带头做，国家反而不高兴？问题的关键在于过犹不及。中国目前有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卡车司机等。国家当然希望逐步将他们纳入社保体系，这有助于充实社保基金，增强社会稳定性。但现实是，2亿人的社保问题可能一步到位解决吗？即使范围缩小到1000万外卖骑手，能在短短2-3年内全部解决吗？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然而京东外卖的一系列宣传，却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给骑手买社保天经地义，而且要很快实现。这甚至让许多卡车司机也开始在线上呼吁刘强东进军货运平台，为他们3000万卡车司机也把社保买起来。他们可能并不清楚，京东物流自营的运输车队就有超过7500辆卡车，这些卡车司机难道不是东哥的亲兄弟吗？请问他们是否都已享受到了五险一金的待遇？正如前文所述，京东旗下上百万骑手，至今也只有不到1/10的人缴纳了五险一金。同样是为平台服务的兄弟姐妹，同样渴望更好的福利保障，这让其他100多万没有社保的骑手作何感想？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当然是件大好事，但这必须量力而行，能做到几分就说几分。通过不切实际的承诺，大幅拔高千万骑手乃至2亿灵活就业人员对五险一金的期望，而平台自身短期内又无力大规模兑现，这无疑会给国家人社部门的渐进式工作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用一句俗话来说，这有点像管杀不管埋，吊高了胃口却无法满足，自然会引发不满，让人社部门的工作难以开展，也让相关部门的脸面挂不住。这种情况下，约谈就是必然的。第三，补贴抢客户，引发行业恶性内卷。这一点或许是最容易理解，但也是广大外卖消费者最不愿意接受的。在5部门联合约谈外卖平台的新闻下方，点赞最多的评论几乎都是反对声音，担心约谈会导致外卖优惠券的减少。然而，稍有商业常识的读者都能预见到，即使监管部门不介入，这种大规模高额度的补贴大战又能持续多久呢？高额补贴是吸引新用户的常见手段，这几乎是所有互联网公司都明白的道理。难道长期占据市场第2的饿了么不懂吗？拥有1级用户基础的抖音和滴滴不懂吗？饿了么当然尝试过发放比美团更高更多的优惠券，为何难以持续？抖音和滴滴也曾尝试通过补贴进军外卖市场，为何最终都选择了放弃？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财力不如京东雄厚吗？很显然，外卖市场经过近10年的发展，直到近年才刚刚跨过盈亏平衡线，这是一项投资重、风险高、用户忠诚度相对较低且利润微薄的业务。抖音和滴滴都是亲身尝试后才决定放弃。饿了么作为多年来的第2名，也无法通过单纯烧钱补贴来反超领先者。京东此时入局外卖，自然有其商业考量和投入决心，但问题在于，京东外卖目前既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外卖商业模式创新，也没有引入显著提升效率的配送技术。
在没有更高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又如何长期支撑对用户的持续高额补贴和对商家的免佣金呢？近10年的中国互联网商战反复证明，单纯的补贴大战最终往往留下一地鸡毛。通过补贴让用户占到的便宜，迟早会通过后期的涨价或服务缩水来加倍收割。从去年以来，国家层面多次明确表态要反内卷，要制止无序竞争，其核心目标是希望企业能够在合理利润基础上健康发展，持续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价格战内卷，最终导致企业无钱可赚，服务质量下降。在一个经过多年实践的成熟市场，贸然发动大规模补贴战抢占客户，进而引发全行业的低价恶性竞争，这无疑与监管层反内卷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导向背道而驰，被约谈也就不足为奇了。分享一个基本的商业和监管常识，归根结底，做好事同样要讲究方式方法，推动行业进步也必须尊重基本的市场规律和公共政策目标。搞个人崇拜式的饭圈营销，对外做出难以兑现的不切实际承诺，以及不顾行业生态发动大规模补贴，引发恶性内卷，在当前的中国监管环境下，都是触碰红线的行为，必然会招致监管部门的约谈和处理。所以当初我对京东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和警示，并非是无端指责好人，而是基于对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行业无序、社会期待失控以及潜在风险的观察和分析。此次约谈恰恰印证了监管层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和担忧。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